而被欺负了还不敢吱声、委屈的不行的良家少年蓝忘机手中的兔子更为可怜，白毛湿成一绺一绺的，长耳无力地耷拉着，身子还颤颤巍巍地抖着。这……魏无羡挠挠头，从未像如今这般不会说话。这水挺冷的哈。蓝忘机掀起眼皮看他一眼。魏无羡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眼前这位被欺负了还不敢吱声、委屈的不行的蓝忘机，似乎还是姑苏蓝氏掌罚之人。当年不知在墙头树根抓了他多少回，当年也不知多少遍家规是被他罚的。再看去，衣料与水纹描绘的肌肉坚实有力，浅色眼眸冷淡凉薄，不近人情。魏无羡脸上腾起热气，盯着蓝忘机，后退一步，再后退一步，落荒而逃。冷泉的水是真凉。魏无羡从水里爬出来，便埋头逃命，心想此番得罪蓝忘机，怕是没那么好收场，竟是不能回了，去了跟进老虎洞无甚区别。蓝老头那里更不能去。让蓝忘机逮到，好歹还有些回旋的余地，他只需考虑抄多少家规的问题。若是让蓝启仁知晓他今日在云深不知处上蹿下跳的捉兔子，杀生未遂不说，还掉进冷泉，把他们家宝贝二侄子的身子看了个精光，许是能气晕过去。醒了说不定还能徒步跑2里地，把他逮回去罚板子那种。思索一番，魏无羡脚步一转，扭身往韩氏走去。蓝忘机他大哥蓝曦臣看上去就一副温文尔雅好说话的样子，往上能替他瞒着蓝启仁，往下能拦住蓝忘机。夹在中间的老大当真是个妙人啊。有问题找大哥，亘古不变的真理，敛方尊除外。魏无羡越想心里越有底，他打定主意，闷头赶路，专挑自以为的捷径走。魏无羡穿过数个灌木，本就湿淋淋的衣裳沾了不少灰，还有几片绿油油的树叶挂着，一看便是刚闯完祸的模样。魏无羡也不管，到了韩氏便踹门而入，扯着嗓子吼道：泽无君，江湖救急！4双眼睛齐齐看过来，该来的不该来的都在，5人大眼瞪小眼，相对无言。刚才在冷泉蓝忘机被魏无羡一闹，自己也愣在原地缓了好一会儿。待穿戴整齐过后，心想着魏无羡不敢回净室，没地方去，自然会去找他兄长，于是便抬脚往韩氏走，打算在那捉人。进了韩氏，看着里面相谈甚欢的3人，蓝忘机便知魏无羡完了。昨日那位云梦门生早已离去，此时论到的3人乃是他大哥泽无君、敛方尊金光瑶，还有他叔父。蓝忘机僵在原地。蓝启仁疑惑：忘机，你有何事？蓝忘机不答。蓝启仁在疑惑：为何还不进来？蓝曦臣虽然不知发生了何事，但是他能猜出许是与魏无羡有关，以及他弟弟现下可能想出去。金光瑶惯会察言观色，但蓝忘机这里属实有些难度，于是便不说话，在一旁笑着。如今这情况，再扭头回去不合理数。蓝忘机回头看了看，苍翠的绿荫间，纯白的门生中，依旧没有魏无羡的身影。蓝启仁又在里面催了一遍，蓝忘机顿了顿，硬着头皮进去坐下。几人闲谈几句，蓝启仁想起近几日发生之事，略有感慨，问道：那魏婴今日如何？可有闯祸？这可真是问到点子上了。见蓝忘机不答，蓝启仁隐约发觉事情不妙。还真闯祸了。蓝忘机下意识想替魏无羡辩解一番。没有。砰的一声，大门被一脚踹开，随即便是刚才魏无羡那一句江湖救急。满身灰尘狼狈不堪的魏无羡滚了进来，几片带着泥水的绿叶借着力飘飘荡荡落在几人围着的小岸上，不动了。蓝启仁深呼吸，再深呼吸。魏无羡跟在泥里打过滚似的，在一堆白衣整洁的蓝氏之人面前愣了一瞬，面不改色的打着哈哈，脸不红心不跳的进来，在蓝忘机身旁蓝启仁对面坐下。魏无羡抬起头，勇敢直视蓝忘机他叔父。魏无羡低头看看左侧一脸标准微笑的金光瑶，再看看右侧的蓝忘机，身子悄悄地向右挪一挪，认命般道：对不起蓝老先生。错在何处？蓝启仁本以为魏无羡不过是急行又大大咧咧地跌了一跤而已的。魏无羡自豪道：急行。蓝启仁手一紧：虽说态度不算认真，
但相比从前，仅仅急行这一项好了不止一点。魏无羡补充。杀生。蓝启仁神色一凛。魏无羡再补充。未遂，未遂，让您乖侄子及时阻止了。蓝启仁想起什么一般，说起忘机，你方才……他欲说方才蓝忘机撒谎一事，未等他说完，蓝忘机便低头认错，主动领罚。忘机之错。魏无羡扭头看看蓝忘机，发生了何事？蓝曦臣看着两边，不禁心疼起自家弟弟来。此情此景，像极了婆媳吵架，夹在中间的蓝忘机可谓是左右为难，心中向着魏无羡，又不能违抗家规和叔父，当真辛苦。想着想着，蓝曦臣轻叹：唉。金光瑶心道：蓝氏如今这形势，有些许复杂啊。都可以赶上金光善的小老婆拎着儿子来金陵台认亲的热闹程度了。原本屋内几人论道，平和安详，就蓝启仁那个古板程度，再加上金光瑶那能说会道的嘴，以及蓝曦臣平稳温和的性格，三人能说到蓝氏宵禁后。看着蓝忘机与魏无羡，蓝启仁突感身心疲惫。哈！阿舅，阿舅！魏无羡的罪状还未自报完毕，自己说着说着便打起了喷嚏，一个接一个往外冒。蓝启仁皱眉，他们修行之人首要前提便是强身健体，魏无羡闹是闹了些，可求学之时他便瞧出此子天资聪颖，基础也相当扎实，怎么这时候出了岔子？疑惑归疑惑，人现下到底是病了，受了风寒，又是因特殊原因不得不借宿在云深不知处的客人，罚重了也不好向小江宗主交代。蓝启仁思索一番，忘机，你先带魏婴回去吧。魏无羡又若无其事地打了几个喷嚏。啊，不罚了。蓝老头，蓝老先生，您何时变得如此仁慈了？阿舅！蓝启仁不老不聋也不瞎，魏无羡说了什么他听得一清二楚。蓝启仁问：你想抄几遍家规？魏无羡连忙挥手：别了别了，您可别忽悠我了，我并非蓝氏中人，又不是听学的世家子弟。客人，对，我是客人。阿舅，您没有理由罚我抄那劳什子家规。阿舅！不知为何，听到此处，蓝启仁首先想到的是由蓝忘机代罚。此时魏无羡怔怔地看着黑色的药汤，感叹这蓝氏后厨当真是一绝，无论何物都能做成苦的，苦的能做成更苦的，不像他师姐。小时候也曾病过几次，江燕离不过往肉汤里放几味药材，做成药膳，他捧着喝几碗，出了一身汗，病变好了。蓝忘机坐在书案前，铺好纸，家规不必翻开，条条框框都刻在心里，正待默写，见魏无羡捧着碗，依旧一口不动，便起身走过去。魏无羡抬头，见蓝忘机去而复返，那架势是不看他喝完，誓不罢休了。他撇撇嘴，仰着头，捧着碗，小声道：好苦啊。看了一眼蓝忘机，魏无羡问：蓝湛，你耳朵怎那么红？魏无羡眨眨眼，伸手拽他的袖子撒娇：先不管了，药可不可以不喝啊？以往活力清扬的声线微微暗哑，尾音上扬，如羽毛最勾人的尖端一般，轻轻扫过。蓝忘机扭过头去不看他了。魏无羡屁股挪了2下凑过去：蓝湛，我去买糖给你吃。蓝忘机脚步凌乱，说着匆匆离去。这一日，蓝氏门生只觉眼前白影掠过，定睛一看，往日里稳重自持的蓝二公子快步走过，说是走，但以他那高深莫测的法力，与一般弟子飞行的速度也不相上下了。好赖还记得点规矩，在山门口才唤出碧尘，御剑离去。巡逻弟子默默记上一笔：蓝忘机急行。魏无羡虽说不幸染上了风寒，但玩心太大，身子稍稍有些跟不上，可细看却两眼放光，神采奕奕的。仗着病人的身份作威作福，也有逗弄的心思在。魏无羡指挥着蓝忘机端茶倒水，自己却大爷似的窝在床榻之上，好似残了一般。小日子过得挺好，还贴了2金秋膘，唯一的缺点便是蓝忘机比往日能忍了，让他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不气也不恼，好似一拳打在棉花上。魏无羡耍人的心思都散了，还是当年求学时的小古板合他心意，随便说一说，能气得脸红脖子粗。哎，魏无羡仰躺着，今日第5次叹气。蓝忘机放下书卷，贴心的过来问：何事？
魏无羡扭头，两眼放空，连平日的光芒都消失不见。蓝忘机有些担心，伸手欲探一探他的额头，生怕他的病情在加重。手正悬在半空，还未碰到人，只听魏无羡喃喃道：“蓝湛。”声音憔悴无比，堪比八旬老翁。